好，这一节军事上的消息，带观众朋友来特别解读一下这个福建舰成军了。我们今天要来关心到的是，习近平也低调现身在南海，那么双航母列阵对决美军，再加上无人舰，开启了亚洲的海上霸权战。今天我们都会就军事消息来一起做关心。这是来自于大陆央视与中国军工的官方账号，在同日一起释出了福建舰海试的画面，还有庆典的照片，包括了可以看到习近平本人当日在三亚听取了这个海南自贸港的报告，也亲自出席了他的成军典礼。那么另外一头可以看到福建舰跟山东舰同时都停泊在三亚的军港，并且在舰上都挂满了他们的旗帜来举行入列的仪式。特别我们今天要来关心到在军事武器上面的亮点，福建舰最大的亮点就是它搭载了无人舰载机的攻击21，强化航母它拥有远程攻击的能力。如果来做相比，跟攻击11做相比，这来自于大公报的最新报道哦，说这个体型尺寸是大致相同的，但是攻击21可以进行的是它拥有可折叠机翼改型，还有升降副翼一分为二，能够更灵活的进行，不管是俯仰控制或者是滚转的控制。好，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张将军怎么看了福建舰？我们刚刚说了，11月5号其实在南海就已经成军了，为什么新华社的报道到现在才曝光这么的低调？如果跟美军的航母做相比，福建舰它的舰载机优势，刚刚提到了嘛，是无人机之外，会不会还有其他的亮点？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中国大陆对这个媒体上面的整个掌握，它比较细腻。他比如他强调的就是事后他没有在临场，因为毕竟总书记到场，毕竟在媒体上是要做管制的，不是在哪一家媒体就是一窝蜂，没有，他主动来统一中央厨房一起来做，做完之后分给大家，你们自己去分享，自己去采用，这样的话他是为了媒体的一致性跟它的安全性，所以应该来讲是比较谨慎。我们看那中国大陆去。这些神舟系列啊，对，这个飞船啊，我们他们叫，还有这个宇航员啊，在发射的时候，现场他不公告，返回的时候也不公告，等到他落完了，人接出来之后，让大家看，有没有到现场做采访？没有，那是事后做公告。原来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的它的管制性跟它的整体性、它的安全性，它都有做综合的考量，所以我们在看到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媒体的报道。都是感觉到出来，你好像找不出有一些蛛丝马迹的缺点。因为中国大陆在这边是媒体是非常的谨慎。我们先来看这个福建舰，是因为是第一艘的中压直流电的弹射，那它弹射是它的，因为美国就有福特号，它是中压交流电，所以这是全世界唯一的中压直流电。那中压直流电，它现在用的这个攻击21，攻击21是攻击11的改良型。你注意看外观上很像，它们两个相似度。那它就是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无人机？将来无人机哦，这个做两件事，踹门的任务交给无人机。为什么？无人机它就是出任务去的啊，没有风险啊，没有人的风险，只有机器的飞机的风险，没有人的风险。踹门的任务，高危险的任务交给攻击21。就是这个样的，所以中国大陆以后出来之后，先去踹门，踹门完毕之后啊，交给有人，你交给歼35也好，或者是歼15也好，看他今天的任务的需求来搭配，所以一定是为什么是一定无人机先出发，有人机在后面再出去，所以中国大陆以后的配套是这个样，为什么？节约人力，减少冒险，你这个是冒险，这个是有风险的，降低风险，让任务的成功率变高，所以以后这些。它将来的时候，这只是一个报道，将来会大量的在航母上用无人机。现在只是一个现在这个一个我们讲到一个端倪刚开始，那将来会大量做使用，因为现在已经在做验证了，表示将来的作战序列上它所占的比重是增加的，而且它是折叠。为什么要折叠？折叠放得多，它以后不折叠数量有限，折叠之后几乎可以增加50%的这种。我们讲载机量，那这样子对它的打击，还有它的总体的战力，是事实上是增强的。
好，福建舰这个消息最新消息正式成军，那包括刚刚讲的武器也都正式的一口气摆出来了。尤其我们今天要看到是刚刚提到的这个，不管是福建舰跟山东舰，他们同时一起现身在这个三亚港，也代表说南海会接下来是中国大陆很重视，也就是海军决战的一个主场。那所以我们就来看到接下来在中美在南海的对决，尤其又加入了其他国家的角色，菲律宾或者是这个日本、澳洲等等。我们先来看菲律宾跟中国，就在同一周哦，菲律宾的海防队的发言人跟中国的退役少将，这位是刘晓波，他们在马尼拉南海对话正面的展开一个对呛。我们看到刘晓波怎么说？他说呢，菲律宾啊，你长期以来跟美日澳军演1年多，已经有达到了500场哦，形同对中国就是一个战略的围堵。那专家也特别指出了，现在呢，美军持续的在南海这边加强它的部署，不管是画面上我们来看到几款武器哦，这个是 USX-1挑战者号或者是海神无人机的舰队，未来他们预估会跟大陆的93阅兵现身的这款无人潜舰来做交锋。怎么看？面对美菲日澳的围堵，中国接下来有这个福建舰的成军，能够为它带来多大的一个底气？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当美中无人舰队都一起投入在南海这个区块，这一场对决接下来谁比较占优势？厉将军怎么看？我先说明一下哈，这个福建舰我们一般民间的说成军哈，如果说军事上的专业名词叫做正式编入战斗序列哈。为什么就我们这个军语上面叫做战斗序列？就是说它可以正式赋予它作战任务哦，所以编入战斗序列，就是说比如说是山东舰负责封锁巴士海峡，那这个福建舰负责围堵后面的这个输入海那边哈。就正式列入战斗序列了，也就是正式可以赋予作战任务了哈。那刚刚我先解释一下，这个为什么叫做中国的 XXLUUV 哈？无人潜舰。它不是这个93阅兵不是这一架，93这一架比93阅兵还大。它为什么取这个名字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们通常穿衣服大号叫什么 L 号嘛？这个再更大号叫 XL 嘛，然后超大号叫什么 XXL。所以这真的，我讲的是真的哈，不是开玩笑，这真的是这一艘无人潜舰让美军非常害怕。它大到什么程度？不是93阅兵那艘哦，它这艘大到跟一艘有人潜舰这么大哈。大概直径这长度将近40公尺，然后这个直径周围的直径哈是跟一艘的正式潜舰正式这个有人的潜舰是一样大的直径，所以是非常大，所以他才把它编成，这是美军给它的编号叫 XXL， 就代表它是非常大。那我们知道哈，南海来讲的话，一定是未来这个所谓地缘战略一个重要的一个博弈的一个要点，除了南海之外。除了这个台海之外，重点就是南海地区。那我们这次也看到，因应福建舰成军，美国尼米兹号一直在那边，虽然说摔了2架飞机掉到海里面去，但是他还是坚持不走。为什么坚持不走？就代表他在这边刷存在感哦。因为福建舰成军，他如果离开的话，那是不是整个美军来讲就很明显的示弱？整个南海美军居然没有1艘航空母舰在这边镇守，那解放军有2艘航空母舰在这个地方，对于美军还有菲律宾这些国家来讲的话，那心理打击是很大的。所以虽然说尼米兹已经很丢脸了，可是就算在丢脸，他好歹还要在这边来刷存在感战。从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中美在南海博弈孰强孰弱就看得出来。但是尼米兹你迟早总是要回去的，之后还有没有替补的航母战斗群到南海地区来？我觉得要打上一个问号，因为你就可能会影响其他的地方的航母的兵力部署哈。所以我觉得南海地区来讲，如果说是山东航母的部署在这边，代表南海地区的地缘战略重要，也代表中国将来南海整个的这种优势哈，一定是由中国南部战区解放军所掌握到。好，所以我们看到南海在地缘上，国际地缘的地位已经越来越重要，也成为这个中美现在可以看出来他们的武器一字排开在南海这边来做布置。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南海再往下走，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华尔街日报》揭露越南接下来会如何在中美之间来选边站呢？因为呢，越南最近5年有非常多的大动作，在南沙群岛这边疯狂的填海造岛，已经达到了21座，做了哪一些事情？我们看到它包括在这边修筑了军机跑道、人工岛，还有一些壕沟。
总面积是8.9平方公里，是仅次于大陆的南海第2的造岛大国。但是奇怪的事情是，越南这样做，但是不管是中国或者是美国，其实都没有谴责的。专家也说了，主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越两国都是共产党，早就已经建立秘密的沟通管道了，所以在台面下，或许中国早就已经跟越南谈好一些协调的矛盾是没有的。那另外也有专家说呢，美国的角度来看，华府默许越南这么做，就是把越南当作是一个反中的堡垒。竹子外交的越南之后会怎么在美中之间选边站？它会不会成为中美竞争的最大受益者？杨老师都怎么看？在整个南海岛礁主要是集中在南沙群岛的部分。那越南大概总数将近有29个岛礁，它宣称拥有主权占领。那菲律宾呢，大概10个岛礁，中国大陆其实只有8个。那台湾呢，有1个太平岛。我们过去70年代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中业岛，但是后来很奇特的因素，结果被菲律宾给拿去。菲律宾在这个中业岛上面也开拓跑道，也可以停降一些军事用的运输机。那越南呢，其实老早过去几年，很多的消息，大陆这边的报道以及东南亚的一些新闻的报道，也都显现出来，他们在很多的岛礁上也在做军事化的设施。只不过是美国跟国际媒体似乎好像都视而不见，都只看到中国大陆在这边少数大概7个在做这个填海造陆的一些军事化的设施。其实越南所做的，在面积而言，在整个总数而言呢，不会比中国大陆少。你看，他说在21个岛礁上面进行大规模的填海，做军事化的设施、机场跑道，而中国大陆其实加起来也只不过就是7个而已。因此，这样子的一个差别的待遇，是因为大陆这边所做的军事化的设施比较更为完整、这个先进，还是说美国对于越南如刚才市民所讲的，是有别的想法吗？希望他能够牵制中国大陆吗？第一点，我觉得大家了解在南海行为准则的一个原则之下，其实各自国家所占领的岛礁，虽然各方都不承认，宣称所有拥有主权，可是对对方所占领岛礁都不会去主动的挑衅，跟那菲律宾不一样的。你看他在黄岩岛跟仁爱礁。那第二点就是在整个这个填海造陆，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只是说是为军事，它是为能源，也是为了巩固在这个岛屿的占领跟主权的行为上面。那这个能源，尤其是在西沙群岛延伸下来到了南沙的部分的时候呢，其实这里面中越两国大概都有这方面的这个考虑。那尤其是他们在最近的一些调查的时候呢，发现到南沙群岛拥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水冰，也就是甲烷冰，那这些都是叫做液化天然气的一种。因此，我是觉得美国这一次透过 CSIS 这个等于是跟国防部关系密切的一个智库，同时也透过《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它一方面可能是大概希望把越南逼出来，让你在议题上面可能跟中国大陆有所冲突；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对他过去的所谓的自由航行的作为，在接下来你刚刚看到福建舰已经正式入列，而且它就是军港就在三亚。那当然，在整个南海跟西太平洋就变成3航母的情况之下，美国还愿意这么积极、频繁的在南海的中国的诸岛去做所谓的自由航行的这种挑衅吗？他是不是也在准备一种下车的行为？我们就要看接下来他的这个动作了。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